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今天想要配点不一样的给大家，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喝奶茶的，其实我也是。然后去奶茶铺点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菜单上有很多那种基础的配料，你可以随意的选择。其实这些配料在家里做真的超级简单。所以今天想要告诉大家这些奶茶铺常见的配料怎么在家做，学会了之后，你想要自己在家开个奶茶铺都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如果以后你们成功的开了奶茶铺，赚到了钱，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富贵无相忘这样。然后现在让我先吃了早餐，吃完早餐我们就开拍今天的节目了。首先我们来做喝奶茶最不可少的东西就是珍珠了。在一个小锅里头加红糖加水，开小火煮，让红糖能够完全的融化。这时候加入木薯粉，一次性的加进去，然后充分搅拌。接着很不幸的大家会发现木薯粉并没有成团，而是形成了这种难以描述的状态。其实这个时候你获得了一种叫非牛顿流体的东西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木薯淀粉没有得到糊化。所以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成功率更高的方法，一样红糖加水煮到红糖完全融化，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倒入全部的木薯粉，而是倒入一小部分，大概2-3大勺就好了，然后立刻不停的搅拌。这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勾芡一样，锅里开始变成这种粘稠状态了。这时候就可以关火，把剩下的木薯粉加进去，然后也是立刻迅速的搅拌，接着再倒出来揉面，你就会得到这样一个有拉伸性的面团。这时候如果你感觉面团太硬，可以加一点点水，太软可以加一点木薯粉，可以自己调节，直到它变成这样柔软又不粘手的感觉，然后就可以来分切了。你可以把它擀成一片，然后这样纵横的切成小份，或者也可以把它搓成一个细长条，然后用刀来分切，然后再把分好的小份一个一个的搓成珍珠。这一步更加考验耐心。搓好的珍珠放到木薯粉中防粘。当所有的珍珠都搓好之后，你可以把这些珍珠都用滤网筛一下，筛掉多余的粉，就可以去煮了。烧一锅开水，把珍珠丢下去，珍珠需要煮大概10分钟。稍等一会儿，再用勺子搅一搅，防止它们粘在一起。烧开后转小火，10分钟后就可以关火了。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，大概再焖个5到10分钟就行了。接着呢，准备一盆水，有冰块的话可以放点冰块，把珍珠捞出来浸到冰水里头，让珍珠都冷却。之后你可以再捞出来，放到一个碗中。然后这时候你需要放一点红糖进去，大概2大勺吧，把它拌匀。糖在这里起一个润滑的作用，防止它们粘在一起。这时候你可以放到一旁待用了。接下来准备野米，野米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食材，大家可能在一些餐厅里头有吃过。首先你可以提前把它浸泡隔夜，泡过之后你会发现这些米有一点裂开的感觉，接着就加水来煮了，放到开水中，小火煮大概30分钟吧。煮过之后这些米就会全部都裂开，这个时候它就是煮好了。煮好的米有一种很特别的 Q 弹的口感，可以想象一下茭白的香味，因为野米其实就是茭白的种子。可以冲一下冷水让它冷却，就可以待用了。接下来也是一个奶茶里头很经典的食材，就是仙草。你可以选择用这种干燥的仙草本人来煮仙草，不过说实话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，我觉得放在这里大家可能没什么耐心看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点赞，那我之后可能会单独出一期来介绍这个仙草该怎么煮，但今天就简单一点了，直接用这种仙草粉就好了。这种粉在淘宝上很容易买到了，它就是这样速溶的，你直接拿开水冲它就好了。溶解均匀之后，放到冰箱去冷藏，它就会凝结成冻了。接下来准备另一个很多人都很喜欢的，就是芝士奶盖。首先牛奶在微波炉里头叮热，加入奶油奶酪，注意奶油奶酪这个时候是室温软化过的，这样热牛奶加进去之后，你才能把它搅拌到完全顺滑。然后是奶油，再加一些糖，往里头加一点盐，我用了这种大块的盐，然后擦进去，然后用手动的蛋抽去打发，因为这个时候奶油的打发程度不需要很高，用手动蛋抽就好了，不需要电动打蛋器。打到这样它还有流动性的时候，拌入之前的芝士糊，
做好的奶盖应该是这样，比较有流动性的，不要太浓稠。然后之前的仙草已经冻好了，把它从模具中扣出来，然后切成小块。这样配料都好了，接下来是奶茶的部分。在小锅中放入红茶叶，然后加一点点清水，大概100毫升吧，小火煮一下，让茶叶充分的吸收水分，释放出味道。然后加入牛奶，还有糖，糖的量你可以随意调节。小火煮沸，奶茶煮好后，你可以过下筛，滤掉茶叶，放到一个茶壶里头。其实如果你懒得煮奶茶的话，这里就不得不推荐一下我的老朋友 One Cup 机器了。现在已经出到第3代机器了，外观会更简洁一些，同样也是豆浆、咖啡、奶茶都可以做。我今天用的就是港式奶茶的胶囊，或者再加一个拿铁咖啡胶囊，这样你就得到了鸳鸯奶茶。好了，现在所有的配料珍珠、盐米、仙草、奶盖都准备好了，我的阿氏奶茶铺正式开张了，大家可以随便点单。下面就来组装各种奶茶了。第一个组合是珍珠，还有椰米，放入杯中，然后热奶茶直接浇上去。大家应该都喝过燕麦或者是青稞奶茶，但是椰米的可能还没试过吧？我觉得椰米它那个 QQ 的口感非常适合放到奶茶中。不过现在天热了，好像还是冰奶茶更受欢迎一些。先加冰，然后珍珠，加仙草，然后冷过冰过的奶茶倒进去。第3个组合是冰块、椰米，冷却的奶茶倒进去，最后浇上奶盖。其实如果你正好有冰淇淋的话，冰淇淋放在奶茶里头味道也很好。我会放冰块、珍珠，浇入冷的奶茶，最后在上面放上1球香草冰淇淋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学会前面这几种基础的配料，然后加上你聪明才智的发挥，就可以在家开出属于自己的奶茶店了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喜欢我的节目不要忘记收藏和分享，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区参与讨论相关话题。如果喜欢我本人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3都有更新。谢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